大家好，我是大琼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戚风蛋糕。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样的蛋糕是一款成功的戚风蛋糕，就是不塌陷、不收腰、底部不凹陷、有弹性，内部组织均匀绵密。很多人会问，蛋糕开裂算是成功吗？是的，很多烘焙大师都喜欢把蛋糕烤开裂，丝毫不影响口感。有条件的可以在烤箱里面放一个温度计，这样对烤箱的温度把握更精准。追求完美的表面不开裂的戚风蛋糕，可以预热烤箱的时候在底部放一盆热水，或者把烤箱的温度调低一些，但是调低温度也会带来副作用。这个蛋糕你看爬升就不是很高，上面还有一点软。还有这个蛋糕出炉的时候很好，但是晾凉之后顶部塌陷，这个是我蛋白打发的不够。这个是我用2个不同的模具做出来的，用量、蛋白打发、烤制时间、烤制温度全部一模一样，出炉后的形状有一点不同，但是爬升高度都是一样的。下面来看看我是怎么做戚风蛋糕的。这是我最常用的方子，先取15克糖，还有牛奶、玉米油倒入盆里，我们把它搅拌均匀，使玉米油充分乳化。这个时间大概需要2到3分钟，搅拌到看不见油花这种像酸奶一样的质地就可以了。然后把低筋面粉过筛进去，然后轻轻的搅拌，不要用力太猛，画 Z 字的方式。现在我们分离蛋清，6寸的戚风蛋糕需要3个鸡蛋，大概重量是60克含壳。分离的蛋黄我们加到刚才搅拌好的面糊里面，用打蛋器轻轻的搅拌均匀。蛋黄加进去，面糊很快就变得很顺滑。现在我们来打发蛋白，先在蛋白里面加几滴柠檬汁，可以防止蛋白消泡。先用中速打发到出现大的鱼眼泡的时候，加入1/3的白砂糖，然后转中高速打发。当蛋白变得比较细腻，有小的鱼眼泡的时候，第2次加入白砂糖。当蛋白变得细腻，出现纹路的时候，把剩下的白砂糖加进去。然后加入3到5克的玉米淀粉，玉米淀粉的作用也主要是使打发的蛋白霜更稳定，不容易消泡。这时候打蛋器调整到中速，最后用中低速打发的蛋白霜更细腻、更稳定。打发到中性发泡大概需要8到9分钟左右。当提起打蛋器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弯钩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中性发泡。再看一下打蛋头这边的尖锥，下面很笔直，但是在顶部有一点点弯曲。先取1/3的蛋白霜到蛋黄糊里面搅拌均匀，搅拌的时候要轻柔一点，以免蛋白霜消泡。然后再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到蛋白霜里面搅拌均匀。可以用画圈翻炒的方式，也可以用左右翻炒的方式。我认为左右翻炒的方式这种搅拌的更快一些。搅拌好的面糊从刮刀上流下来的速度比较慢，如果是速度比较快的话，就说明在搅拌的过程中蛋白霜消泡了。倒入模具的时候，大概从20厘米的高度倒入，这样子可以赶走一些大气泡。用刮刀稍微整理平整，在桌上轻震2下，赶走一些气泡。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，150度烤40分钟，然后转160度烤10分钟上色。出炉之后，先在桌上震2下，排出蛋糕内部的一些热气，可以防止蛋糕回缩和塌陷。然后倒扣在晾凉架上或者2个杯子中间，让它悬空晾凉。冷却之后的蛋糕没有塌陷回缩。脱模的时候可以手动脱模，或者借助一些工具都可以。
脱模出来的蛋糕没有收腰，很完整，可以把多余的面包屑刮掉，这样看起来更美观一些。而且做生日蛋糕的时候，这些面包屑是必须要刮掉的，不然会影响后面蛋糕的抹面。忘了底部脱模，我们来看一下脱模后的底部有没有凹陷，看一下底部也是非常完美，压一下立马回弹，弹性特别好。再来切开看一下内部组织，拿起一块看一下，内部组织非常均匀绵密，再压一下试试，弹性很好。这就是一款成功的戚风蛋糕。只要你 get 到了那一点，离成功就不远了。希望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能做出一款成功的戚风蛋糕。如果你喜欢我做的美食，请你帮忙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大琼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下一期我会做一个生日蛋糕。